大家好，我是面具人，现在是美国时间5月9号的凌晨2点30分。哎呀，马斯克的周六夜现场结束了，可是呢，狗狗币并未出现大家期待的暴涨。嘿嘿，大家别急，狗庄的套路是很深的。目前狗狗币还在持续下跌，很多人呢已经吓尿了，尤其是高位入场的人，比如0.567这个点位入场的人，他们现在心里一定是非常的纠结呀。这个狗狗币到底该不该抛？万一再继续下跌下去，可就亏惨了，这可怎么办呀？在这里，面具人想要先提醒一下你们，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很重要。你们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定要尽可能的转发给所有的你能知道的群、Twitter、Facebook 之类的，因为你转发的越多，你口袋里面的钱才能越安全。狗庄们现在正等待着你们出逃资金呢，就是在等你扛不住割肉呢。所以呢，我们看图，昨天到今天出现了好几波的大体量的砸盘，不过呢，这种程度的砸盘依然没有逃脱出面具人的预测。我当时就说了，0.4、0.5、0.6这个区间是重仓区域，你再怎么用力的去砸盘，也很难去砸穿这个点位。所以呢，你看今天大资金量的砸盘也没有砸穿0.4。那面具人，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要革命，散户革命，点赞、订阅、收藏这个视频，然后转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样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那面具人昨天的节目是怎么说的？在马斯克开口讲狗狗币之前呢，庄家们都会砸盘的。他就是利用大家这些散户的高位入场的心理恐惧效应。那这次狗狗币在周六夜现场中被马斯克提及了不到5次。马斯克在节目中讲狗狗币的话题也讲得比较含糊，最经典的就是有一个牛仔场景中，马斯克提及到了他正在使用一种货币。还有一处场景就是周六夜现场的主持人问马斯克，你觉得狗狗币怎么样？马斯克当时就回答说了，狗狗币是货币的未来，是一种不可阻挡的金融工具。狗狗币和美元钞票是一样的，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就是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马斯克也在周六夜现场上面露面了。她在节目上面无表情地说道，马斯克送的母亲节的礼物让我感觉到非常兴奋，我只希望那不是狗狗币。埃隆·马斯克则开玩笑地回应说，会是的。那这种对话就类似于吐槽大会的那种幽默调侃，加上一些搞笑的人物表情或者是夸张的动作。咱们亚洲人可能不理解老外的幽默模式啊，其实呢，这就是母子俩在给狗狗币打广告呢。马斯克的母亲，她猜到了马斯克一定会送狗狗币作为母亲节的礼物，所以呢，她才故意说，我不想要狗狗币。那这就是表达了马斯克对狗狗币的喜爱，并且呢，马斯克也说了，他一定会送狗狗币给母亲作为节日礼物。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自己的亲妈不喜欢，我也要送。那这难道还不能证明马斯克对狗狗币的钟爱吗？至于马斯克没有在节目上大吹特吹狗狗币，也是因为 SNL 它毕竟是商业媒体节目，你不能做过分夸张的商业广告植入，人家都是有媒体制作要求的。所以呢，马斯克没有大吹特吹狗狗币，可能就会造成很多人的心理预期没有达到，才导致了刚才狗狗币短期内就大幅跳水。不过呢，这些策划、这些剧本啊，都是那些金融大鳄啊、狗庄财阀们能提前拿到的剧本，所以呢，他们也会趁着这个机会，故意放水砸盘。今天狗狗币最低跌至了 0.51 USDT， 现报 0.5160 USDT， 日内跌幅达到了 30.1%。那面具人想在这里告诉你们，其实这不算啥，老马他也不容易，
他要顾及这些资本家、金融大鳄、财阀之类的，要给他们留一些砸盘割韭菜的空间。都是大佬嘛，马斯克也是金融大佬，所以呢，马斯克没必要得罪其他的资本大佬。同样的，散户韭菜们，马斯克也不能得罪。总不能说马斯克推广了半天的狗狗币，然后呢就骂狗狗币，然后呢就打自己的脸吧。那这样的话，他的企业信誉就会严重受挫的。所以呢，马斯克在节目上也只是稍稍的吹了一下，给散户和机构们都留了一定的空间，双方都给足了面子。在这里面具人想要告诉你们，别急。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我告诉你们，接下来还有好戏呢。大家请留意马斯克的推文。面具人，我告诉你们3天之内，3天，记住了，3天之内，马斯克必定会在推特上吹爆狗狗币。为啥？因为3天的时间就已经足够庄家们震荡建仓了。把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赶出去，庄家们自己补仓，在低点位建立自己的仓位，然后呢，到了3天以后，马斯克再一吹，然后狗狗币又拉高，然后呢，大家又有套利赚钱的机会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稳住，要能够看清楚这些大佬们的套路。那现在这个机会0.5几左右。也是你们建仓入场的好机会，紧跟庄家的节奏，你才能赚到钱。所以呢，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狗狗币千万不要被这些金融大佬们给套路了，手里面有币的，现在一定要稳住，并且呢，大家请点击关注和点赞、订阅小铃铛、收藏面具人的频道。为啥？因为这2天一有什么新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公布给大家的，并且呢，我会告诉你们保财保命的办法，让你们不至于心里面一下承受不住了，然后就割肉了。否则呢，你过上2天3天以后，你就会后悔的。所以呢，关注面具人的频道很重要。因为面具人你们也都是知道的，老观众也可以给我作证我最早在狗狗币0.03的时候我就开始吹了，我已经制造了数十个数百个赚了几十倍的人了，对不对？还有，你们一定要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尽可能的转发给所有的你所能知道的群、Twitter、Facebook 之类的。为啥？很简单呀，因为钱呀，因为你转发的越多，你口袋里面的钱才能越安全。狗庄们现在正等着你们出逃资金，看你们的笑话，等着你们割肉呢。大体量的砸盘，懂不懂？你们看到图片没有连续的几波出货，就是为了造成你们差心慌。所以呀，今天在座的各位，你包括面具人我自己，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团结起来，散户革命。点赞、订阅、收藏这个视频，然后转发，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今天我们都是护盘手，不中庄家计，争做护盘手，不中庄家计，争做护盘手。大家一定要转发，带上我们的口号，不中庄家计，争做护盘手，不中庄家计，争做护盘手。我们要爆仓庄家，蚂蚁啃大象，干死这些黑心资本家，不做韭菜，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如果你不想你的财产损失，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那就转发扩散这条视频给你们所知道的每一个人吧，让他们感受到你们的力量。加油！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狗狗币的特性，相信你们听完这些话，心里面的石头就能放下了，你们就能放心了。早期有很多人说狗狗币是个小币种，毫无技术创新，而且呢还是每年新增50亿枚，是个通胀币。技术团队呢也换来换去，也没有什么白皮书，感觉好像是不太行，所以呢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呢，狗狗币虽然是小币种，可是呢它以最近连续突破高位，也证明了他自己的实力和投资价值。狗狗币也是有它的优点的，比如呢，那个算法就可以使挖矿不容易被大庄家垄断，而且呢，
狗狗币的算法可以使挖矿不容易被大庄家垄断，而且呢，狗狗币作为去中心化的货币，它不像比特币那样已经被少数的大庄家操盘了，而且呢，市面上的纯粹的去中心化的货币也没多少，除了狗狗币，面具人我了解到的只有比特币 BTC 和莱特币 LTC， 所以呢，狗狗币它还是很安全、很具有投资价值的。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狗狗币的。其实呢，狗狗币相比其他的币种而言呢，狗狗币更加的有群众基础，狗狗币的用户数量仅次于比特币，而且呀，它还非常受社区网民、油管的观众，比如呢那些什么论坛 Reddit 的欢迎。狗狗币也广泛用于慈善、打赏和换汇。狗狗币的出身就充满戏剧化。最早呢，源于一句玩笑，而且呢，狗狗币的 logo 也用的是洗脑、非常容易传播的那种柴犬表情包，非常搞笑可爱，深受广大网民的青睐。它的可爱性、流行性、潮流元素也注定了狗狗币是一种非常洗脑、非常容易传播的币种。这一点也是其他的币不具备的优点。虽然说以后也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猫猫币、狗狗币的诞生，比如呀，这2天就挺火的屎币、狗屎币，就是那种屎跟我帽子的颜色一样的那种屎。网上还传言，狗狗币、大狗币带动二狗的狗屎币。其实呢，面具人我也建议大家也可以投资一点狗屎币，毕竟狗屎币现在是上升期嘛，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不过呢，就像莱特币那样的高技术的加密货币，你们看，莱特币即使是改进了加密技术，也没有能够成功的挤掉最早的比特币。还有呀，很多人拿狗狗币的出身来攻击它，说狗狗币的炒作太厉害。实际上呢，这狗狗币就是个没有技术创新的垃圾币，一文不值，迟早崩盘。面具人我就不这么认为。我昨天也在节目里面说过了，决定币值的4大要素：1. 供应和市场需求； 2. 竞争加密货币的数量； 3. 流通性； 4. 政府监管。除了第4点，谁也没办法。前3点狗狗币都做到了。大多数虚拟货币本来就是炒作出来的，而且呢，货币是否具有价值也取决于人民对它的信任度和使用度。关于这点，狗狗币它这么有群众基础，再加上现在各大网红，包括面具人我自己啊，我也是10几万的大 V， 还有马斯克先生这样的全球超级富翁都在热推狗狗币，所以呢，狗狗币的身世也就决定了它具有非常大的热度。有一大批的网民都在鼎力支持，比如 Reddit 社区的网民，他们就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力量。他们之前在那个 GameStop 游戏上市公司的逼空大战中，至少战胜过1次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当时那个事件也搞得很火，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像这种底层群众的反叛和革命精神是很难得的，并且他们成功了。他们对狗狗币的钟情也可以令到资本大鳄、金融巨头对狗狗币的态度发生转变。何况呢，还有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先生的支持。所以呢，凭借着这些优势，即使狗狗币的技术含金量很低，可是呢，只要有人喜欢，那你们就不用愁它的价值了。不仅如此， GameStop 的散户憋死机构的神话还会在你们，包括面具人我自己的身上再次重现。今天我们要革命，散户革命。点赞、订阅、收藏这个视频，然后转发。为啥？因为你转发了以后，才能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今天我们都是护盘手，我们要再一次复制 GameStop 的神话啊！咱们这些散户们还是可以逼死这些金融巨股的啊！不中庄家计，争做护盘手；不中庄家计，争做护盘手。大家转发，再带上我们的口号：不中庄家计，争做护盘手。也可以留言啊，我们就是要爆仓庄家，蚂蚁啃大象。干死这些黑心资本家，不做韭菜，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如果你想要你的资产增值，想要狗狗币继续的知名度增加，继续的财富、资产、币值增加上去，那就转发扩散给你们知道的每一个人吧，让他们感受到你们的力量。加油！
狗狗币的神话还将会继续。现在呢，依然是你们建仓赚钱的好机会。不信啊？你不信，你可以看看面具人往期的节目，跟着我节奏走到今天的人，从 0.03 到 0.1 到 0.15 0.2 0.3啊，一步步走过来的人，不都赚钱了吗？今天即使说是大跌了，它也没有跌穿 0.5 0.4 的这个仓位呀。我当时说了，这块是重仓区，强力支撑点，对不对？即便今天大跌了，面具人我的会员，我的老观众朋友们稳得很，心里面一点都波澜不惊，知道吗？因为根本自己的利益没有受损呀，只是少挣一点，可是呢还是挣了，而且呢还是几倍几倍的挣，对不对？那至于大家有想要跟面具人进行深度交流的，可以看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区有我的联系方式，剩下的话咱们私下再来交流。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啊！我会及时更新最新的消息，以及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做，这个是决定你们口袋里面的钱有多少的关键因素。拜拜。